一个缺陷成就了歼20，我国或许还应该感谢美军。F-22与之相比，距离实在太大。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前 F-22战斗机飞行员升空与歼20进行空中对决一事，引起外界不小的热议。自从歼20横冲出世后，就经常有媒体拿歼20与 F-22做比较。如今这场对决虽然说是虚拟训练，但充分说明了美国方面仍然将歼20视为具有威胁的对象。歼20和 F-22之间距离到底有多大？ F-22战斗机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架5代机那么简单，尽管该战机已经服役多年，但在5代机领域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与歼20相比， F-22在诞生时间上就有了优势，但正因如此，歼20有很多后发优势，其中航电系统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很多人觉得歼20航电系统的结构、设计理念以及具体航电设备都足够跟 F-35平起平坐，超过了 F-22。F-22在研发设计的时候采用的是宝石柱系统，该系统可以称得上是外星级别的。不过因为当时技术水平有限，导致上世纪80年代研制的 F-22战斗机没有做到彻底的整合，造成数据传输处理能力在今天已经不再有优势。另外，我们都知道第5代战机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隐身性能，而进气道的鼓包和进气道的 S 型设计对隐身性能都非常重要。歼20在发动机进口器采用了目前非常先进的无负面层隔道设计，这种进气口一种是压缩鼓包，另一种是前掠唇口，两种相结合，能使低效负面层气流在速度范围内从气口根部挤出，所形成的混合激波还能实现将超音速进气处理为亚音速进气，满足战机不同需求。反观 F-22采用的则是菱形加莱特进气口，与歼20采用的进气口相比，重量以及复杂性都非常高。歼20能在保持优势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战机的重量和复杂性。更为关键的是 F-22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航程太短。与其他战机相比，这一短板等于是致命的。战机有主副油箱之分，要是没有副油箱， F-22最多只能达到1000公里，对一般的作战任务来说是足够的。但是美国地理位置遥远，美军又希望能够在欧洲等地区形成随时待命的状态，因此这1000公里就不够瞧了。再者说，这一点作战半径就连很多4代机都能够达到。不过这锅美军得自己背了。此前在研制5代机的时候，还有一款原型机可以让美军测试，可当时美国专家指出 YF-23原型机的性能要高于 YF-22，但是因为前者造价高，以及在低速状态下有些差劲的机动能力，最后选择了 YF-22。美军这次老马识题，反倒成就了歼20。有了 F-22的前车之鉴，我国也就更加重视航程问题。如今歼20仅靠内部燃油就能达到2000公里，想必现在谁都不敢说 F-22一定全面领先了。说好的撤军，如今在边境打起了地道战，印度是要来真的。我们还是把印度人想得太聪明了。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经过中印双方在边境几个月的紧张对峙，拉达克地区迎来了冬季。以往每年11月过后，该地区的降雪量最高可达12米，气温也会随之下降到-30度甚至40度。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展开多次军长级会谈，可对于结果，我们不能抱有太大期望。倘若印军真的愿意以对话的方式让局势降温，就不会在边境部署大量军事力量，以及近期紧急采购大批高原物资。根据消息报道，印度媒体频繁炒作印度军队在边境的各种特殊设施，为了保证士兵们在边境很冷天气下的作战效率，声称在该地区完成了一罕见动作，为士兵们准备了超豪华设施。至于这是什么，就要从近段时间以来印度疯狂在边境挖地道说起了。此前我们都以为印度挖地道是为了在大雪封山后也能够向边境运输物资，可就印度人的说法，或许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印度媒体透露出，印军在地道里设立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管道，且直径在1.8米到2.4米之间。如此一来，既可以保护印度军队免受袭击，还能让军队便捷地在不同地点进行转移，也不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据悉，这些地道还能够供暖，避免军队遭受低温以及暴风雪的影响。边境士兵正面临被冻死的风险，是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士兵们都部署在地道里。这个想法或许太过于大胆。
当然，用地道运输物资或许也是印度修建的一部分原因。但不管从哪点上来看，我军都嗅到了危险，印度是要来真的。不得不说，挖地道的做法非常有年代感，不由让人想到，这与上个世纪我国抗日战争中的地道战战术如出一辙。难不成是模仿的？印度媒体认为，印度已经深入研究了我国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手册。印军高管对此表示，地道防御工事是有效的。印度对上个世纪的战术沾沾自喜，却不知其中有巨大隐患，连中方都笑出声来。例如，拉达克地区天气恶劣，要是连下几天暴雨，后果就不堪设想。加上后勤能力也无法保证士兵们的温饱，也就难怪我国人都说模仿不像，要求重新来。我国的办法在当时必定有优势，可对于现在来说已经是非常古典的了。如今我国用的都是保温方舱了，哪怕零下40度，室内也能达到15度左右。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印度就算是想来真的，也没那个能力。美版知乎，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国外网友纷纷写起了小作文。有人表示，我将继续大声疾呼支持中国。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日前，在美版知乎上，一位名叫克里斯·艾伯特的网友提问称：“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他回答道：“当我告诉瑞典人或德国人我在中国待了3年时，他们通常会给我一个样子，就像告诉他们我在朝鲜一个营地里辛苦工作了3年。这里的人们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喜欢上海、北京和无锡的岁月。”随后并将他在中国生活时所拍摄到的照片一同分享了出来，其中有中国地铁、美食、街道绿化等等。在看到这些照片后，有人回应称，这让我一直很想去参观。有人指出，这看起来比洛杉矶干净很多。还有人感叹啊，很想念上海，这对年轻的外国人真是一个梦幻的城市。另外还有很多这样描述中国的类似小作文的长篇大论。一位强调自己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恋人的网友安妮表示，我是美国人，我敢肯定你现在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事件，但是我是偏好中国的，我将大声疾呼支持中国，我将倡导华裔美国人和中国游客在我国的权利，我将竭尽所能，并在必要时提供我自己的资源。而在这些对中国给予高赞评论的网友之中，一个共同点都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在中国生活过。当他们再回到自己的国家，面对本国人对中国的发问时，他们表现得十分不耐烦，甚至气愤。这到底是为什么？一位名叫斯蒂芬·摩根的网友表示，当我在美国时，某些人谈到中国的方式让我以为他们在想象莫多，例如中国人有互联网吗？他们有电视吗？他们有车吗？如何避免饥饿之类的问题。第一次感到好累。这类问题唯一的好处是，它可以立即确定谁是无知的人和谁不是。这一现象的根源大部分源自极具误导性的西方媒体在中国生活了8年的杰米·考利无奈地表示，人们不知道我的简单评论对无情的负面新闻和怪诞的误导性媒体毫无帮助。无知是西方的一种疾病。看完这些外国友人的评论，心里流露出一股暖意。或许只有从这些真实的声音中，才可以感受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友好。而且未来随着中国的发展，相信这些声音必定会越来越多。